天天向你。哥，别想了，15天后就是执行死刑了，想破脑袋也没用，不如临死前最后睡几个好觉。什么？我死刑？怎么不甘心？也是，我有你这智商，长得又帅，我也不甘心。这个年代抢银行还能成功，兄弟你咋做到的？抢银行？这不是我穿越了，而且15天后就要死了。早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是演员栏目组。本节目组邀请了多位刚出道的艺人，他们将在不同的监狱扮演一个15天后即将枪毙的死刑犯。苏木已经醒了，他扮演的是抢银行的高智商悍匪，现在应该是想演绎出死刑犯的不甘和懊悔，可圈可点啊。穿越到一个死刑犯身上算什么事？不，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不行，我要越狱。兄弟，脑子看开一点，想不开过几天也开了。如果要越狱，舍友是个阻碍，但或许也是个助力。你犯了什么事儿？我能和你关一起能犯啥？打人喽，也是私刑明年执行，狱里怕你自杀，刚把我调来。居然是杀人犯，不过对我反而是好事。我15天后就要死，只能相信他。说舍友是杀人犯，苏木居然没被吓到，鲁赫可吓得脸都发白了。李阳虽是找来的演员，但这凶狠形象一点不像好人呐，有点高智商悍匪的样子了，也可能吓得大脑不活了。我问你，你想活吗？废话，谁他妈不想活？但是活不了啊！我要越狱。我操，越狱！高智商悍匪会做的事，有点意思，最好不是说说而已。看来苏沫入戏很深，其他演员只想演绎死刑犯的悔恨，苏沫完美带入了高智商悍匪的视角。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越狱？怎么可能？办法我来想，我会带上你，只要求你保密，并告诉我监狱情况。泄密对我有什么好处？反正1年后也是死，你要发疯随你。狱警什么时候查房换班？什么时候放风？早中晚查房，换4次班，下午放风。具体时间呢？大哥，这又没钟，我咋知道具体时间？兄弟，你在干什么？没钟就用高窗投影，设下影子位置，判断时间。啊？日晷原理，利用日影计时，位置固定，偏移量可换算时间。哥，我突然觉得我们可能真有希望越狱。我操，死去的知识在轰击我的脑海。不是，我读书少，这为什么就可以判断时间了？让你高智商，你还真的高智商啊？这科学吗？还有这种操作？这其中涉及的原理其实并不高深，只是小学就学过的日晷原理。能想到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警官是我们本次节目的特邀嘉宾。苏沫用这种方法判断时间，我确实也完全没想到。事先声明，本次直播相关管理方不会观看。我也好奇，苏沫能做到哪一步？看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准备还不少。不过，想要越狱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看看，正好来了个保安。干什么呢？蹲在这干嘛？老大，他肚子疼，闹肚子呢。没大问题吧？要不要去看医生？不用了，这是老毛病了。你起来，坐过来。墙上是什么？保安，我就在墙上随便画画。哼，别在墙上画鬼鬼祟祟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藏了违禁品。就最后几天了，别惹事儿。确实，只有15天，15天就要被处决。
我必须争分夺秒。这里安保人员配枪吗？配。枪套在左边还是右边？有没有防墙锁？你不是老囚犯了，不知道？我确实没观察，谁注意这玩意儿？今天什么时候放风？放风时你观察一下。围墙至少6米，电网应该是脉冲电网，触碰必死。哨塔视野覆盖全场无死角，摄像头大概每10米一个。支架用的是普通螺丝，如果有工具拧松不难。问题是怎么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操作？兄弟，狱警配枪权在右侧，快把枪套，没有防墙锁扣。我还没问，你想知道这些干啥？枪套在右侧，无防墙锁意味着发现意外，狱警能最快拔枪，容错率更低了。哥，你原本想设法从大门溜走，或者翻墙，有这个想法，但现在看都不太好实现。兄弟，算了，都什么年代了，到处是高科技，越狱已经不可能了。15天，够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是演员栏目组。不得不说，监狱的守卫真的铁板一块，我完全看不到任何逃出去的可能。是啊，简直头皮发麻，不可能逃出去的。越狱完全是地狱难度啊！这就是真实的监狱吗？王保安，我很好奇，现代有人成功越狱的例子吗？其实有的。竟然真的有，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实那也是10几年前的事情。他们越狱仅仅3天就被抓，而且那次越狱，他们准备了足足1年，不断踩点，准备工具，而苏木只有15天，不，现在只剩14天。是的，所以苏沫是绝对不可能逃出去的。不过从演技而言，苏沫确实很厉害，他像极了一个走投无路，真的在想办法越狱的罪犯。王警官不说，我差点真把苏沫当罪犯了。没错，这只是一档综艺剧看看而已。下面就让我们如何演好一个死刑犯最后14天吧。兄弟，我觉得还是算了吧，越狱是不可能的，过好最后几天吧。洗手池是用螺丝固定在墙上的。你想走下水道，既然溜出去、翻墙出去都不太可能，走下水道或许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扳手呢？你哪来的工具？工具已经有了。什么？你已经有了？在哪儿？放风的时候找的？我没看见你藏东西啊。工具就在我脚下。呀，怎么也没有啊？知道塑性材料加热软化吗？啥？鞋垫是橡胶底，而且不是硫化橡胶，是最廉价的枫叶橡胶。现在恰好是夏天，太阳很大，放风场地上有排水沟盖板。我下午观察的时候，发现被晒得很烫，因此只要我踩在排水沟盖板上足够久，就可以让塑胶鞋底软化，也就是热毒性材料加热软化原理，再重新塑形，就可以得到工具。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鞋底重新塑形后也很软，不太行吧？不需要高硬度，为了防伤人，螺丝是手拧的塑料盖螺丝帽，这样根本不需要太大扭力。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抢银行的。妈的，我真脑子！好兄弟，我他妈跟你干了！来个大手势说说，苏沫这方法有可行性吗？听着有点抽象啊。我是物理博士，理论来说完全可行，即热理性材料加热软化。但他怎么想到的？强烈建议节目组联系走进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我跟你干了？你要跟他干什么？楚警官，巡逻时间不是还没到吗？苏木刚在讲他抢银行的过程呢，太刺激了。死到临头不知悔改，抢银行值得吹嘘吗？哼，知不知道给无辜群众带来多大伤害？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苏沫，想吃什么选一下吧，走的那天吃顿好饭。最后一次，现在知道后悔了，下辈子遵纪走法，做个好人吧。这苏沫什么演技？不只要越狱，这最后一餐演技也爆炸，这也太敬业了。卧槽！强烈建议入选北电教材。兄弟，你最好真的是罪犯，你告诉我你是演的，我不能接受啊！演技爆炸了，是囚犯演的，太硬核了。楚警官，我没有口，随便安排吧。死刑前3天，要是改主意了，记得跟我说。过了3天就不行了。我做这么久狱警，
总觉得你俩不对劲，我会盯着你们的。这名警官观察真敏锐，一看就是老狱警了。王警官对于苏沫试图用鞋底橡胶软化制作工具越狱什么看法？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有一定可行性。排水区铁盖连着水泥框，所以一直放在那儿没管。没想到苏沫想利用这个越狱。节目结束后，我就安排狱方拆除。那王警官觉得苏沫能通过这个方法逃出去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便苏沫真的卸下洗手池螺丝，但监狱下水道系统异常复杂。更重要的是，即便下水道每隔一段距离也有铸铁隔流和单向阀，所以苏沫这条路一开始就选择错了。没错，不过我必须承认，苏沫想法很巧妙，但这场越狱大戏注定不可能成。但是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苏沫有方法进下水道，说不定下去了他还有办法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警官这一通分析，直接把苏沫的越狱梦扼杀在潮囊里了。唉，虽然知道不可能，但还是希望苏沫能再整点骚包做了。那也不一定，就像主持人说的，在这之前，谁知道苏沫有方法进下水道？踩我地方了！先到先得。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你就是那个抢银行的，你知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滚！这家伙可是真的是人贩啊！苏沫胆子也太大，这是真入戏了。干什么干什么？救火！都给我散开！想关禁闭了是吧？你还站在这干什么？王警官，这是监狱方故意安排的吗？当然不是，这段时间狱警是住在监狱里，不能上网的，并且监狱只知道有节目在这里面拍摄，但具体什么内容，监狱方也是不知道的。这么说，这纯粹就是意外。是的，这下我看恐怕苏沫连进下水道都难。怎么样？温度本来就不够高，时间远远不够，而且即便今天成功了，1天时间也不够，因为温度不够高，起码要3天来软化和塑形，所以今天就浪费了，只能看明天了。该死，只有13天了。小子，我看你真是迫不及待想死了！放风场那么大，你非得要这一片？嘿嘿，老子和兄弟们放风一直到这一片，是你占了我们的地方。这标水区很香，有什么好争的？散了散了，不要惹事。兄弟，怎么办？周虎那家伙肯定还要来骚扰。昨天和今天时间都浪费了，哪怕打开下水道，也需要时间探查，可能有其他变故，不能继续耗在这里，要想其他办法。那怎么办？计划赶不上变化，看来苏沫想靠软化鞋底制作工具的想法无法实现了。即便他成功了，也是不可能越狱。虽然我们没想过有人能进入下水道，但为了以防万一，在下水道也是做好了防逃脱措施。朱氏未捷身先死。得，结果连下水管道都进不去，本来还期待苏沫有办法。关灯了，好好睡觉。兄弟，有别的办法了吗？不能停，不，14天，现在只剩13天了。楚警官的警惕意味着时间更紧了。妈的，真是诸事不顺，盯贼一样盯着我俩。要不越狱就算了吧。塑料牙刷，聚乙烯总制，如果能软化塑形，冷却后硬度更高，比鞋垫更好用。问题是聚乙烯的熔点也更高，大约在130度左右，还需要更强的热源。光是排水沟的温度，软化程度极其有限。如果能有办法集中加热，李阳，放风的时候，我看到餐车停在放风场外面，有方法靠近餐车吗？餐车？你又想干什么？你只需要回答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靠近餐车？这没法子，在放风场外有栏杆挡着，囚犯不让离开放风场。
更重要的是，平时也有狱警看着啊，根本没办法靠近。不行。不过医务室在那边，如果要去医务室，会路过那里。哥，你这是干嘛？你先睡吧，明天放风你就知道周虎那家伙也会付出代价。你不会要用这个和周虎打一架吧？他是毒贩。你不是杀人犯吗？杀人犯哪有毒贩可？苏木要干什么？他不会这样吧？应该不是。苏问餐车干什么？我想做什么？小子，我看你！不是你，我怎么回事？这沙发摔了，不关我事儿，当我是瞎子？楚警官，我肿得不轻，但骨头应该没断。报告值班室，403需要医护支援，囚犯被打受伤。收到。等着关禁闭吧你！不是，警官，我冤枉啊！我他妈没动，兄弟们可以给我作证啊！对，虎哥真没动手。你们一丘之貉，我还能不知道？前几天你们就一直找事儿，他疯了要把自己弄这么严重。带走。成了。餐车保温箱的排气孔为保持内部气压平衡，会持续排出高温蒸汽，加上夏天暴晒，那里的金属墙部温度绝对能达到软化聚乙石的标准。我的天，苏沫竟然为了去医务室，故意激怒周虎，弄伤自己。他难道真的是为了那个餐车？可他手里只有半截塑料牙刷呀。去医务室的路上确实会路过餐车，难道他想利用保温箱排气孔？刚送完餐的保温箱内部温度极高，排气孔喷出的高温蒸汽足以让聚力材质软化。我操！物理学学霸再次上线，利用蒸汽软化塑料，对自己真狠啊！看得我都生疼。但是这容错率太低了吧？旁边可是有狱警跟着的。怎么回事？站好。警官，抱歉，刚才摔得太重了，腿突然抽筋了，实在疼得走不动，让我靠着缓一口气。尤其是现在，进去了，只要再坚持1-2分钟，等狱警催促我离开时，再顺手拔出来，温度和时间刚刚好。你在干什么？手拉开，让我看看。完了，这下全完了。楚警官怎么像个鬼一样神出鬼没啊？可惜了，就差一点点。这要是被当场相抓住，别说越狱，估计连进屋室都要揍穿了。高智商有什么用？运气太差了。现在都完全是楚警官起疑心了，如果被他发现排气孔里的牙刷，一切计划全部泡汤。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立刻拿出来。可是排气孔的金属现在起码超过100度，没别的选择。刚才放进去虽然时间短，但聚理石应该已经初步融化，只要带回去自己再慢慢打，一样能做出一个扳手。让开！带他去医务室，看紧点。我的天，我操，这他妈是真烫啊！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了钻心的疼。疯了吧？为了演个戏，连手都不要了吗？这男的为了火，连命都不要了，太狠了，真的太狠了！这隐忍能力，我现在真的相信他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高智商悍匪。苏沫现在已经成功拿到了软化后的材料，是不是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做成工具，拧开洗手台螺丝进入下水道了？不得不说，苏沫的毅力和对自己下狠手的果决，连我都感到震惊。但是，如果他以为拿到工具就能顺利越狱，那就太远。虽然他现在有了制造工具的条件，但这仅仅是个前置步骤，接下来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现代监狱的安防系统，绝不是几个螺丝就能突破的。哥，你真他妈是个狠人！
为了个破牙刷，对自己都能下这么重的手，我是彻底服了。我操，真的打开了！神仙操作，硬生生搓出了一个定制扳手，这动手能力和抗痛能力无敌了！我操，哥，你真的把它拧开了！你在干什么？我操！楚警官怎么又撞进来了？这是什么恐怖片级别的压迫感，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白天庄受伤告进餐车，终究还是被他盯上了。果然，白天那一出并没有彻底打消他的疑心。苏木，我问你，你在干什么？转过身来！怎么办？怎么办？螺丝刚刚被拧松，工具还在手里，只要现在转身，绝对彻底暴露。哎呦，胡警官，您怎么这么晚还亲自来巡房啊？苏木他白天不是摔伤了手臂吗？换的药好像弄脏了，他正在洗手台那儿小心翼翼的洗呢，手疼，动作不利索。李阳，闭嘴！去墙角，面壁站好，没让你回头，不许动。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我们明明看到他已经把螺母拧松了，他怎么做到在楚警官眼皮子底下复原的？太绝了！刚才苏沫背对着楚警官站着不动的时候，根本不是在发呆，而是在忙年。他用那只受了伤、缠满纱布的左手，硬生生把螺丝又拧了回去。因为厚重纱布的遮挡，加上左臂原本就弯曲捂在胸前的姿势，那种极小幅度的手指发力，从背后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我操！拿受伤的手拧，那是真肉体凡胎啊！这他妈是真不要命了！你们快看他的手，血都渗出纱布了。对自己狠到了极点，演个戏至于这么拼吗？看得我头皮发麻。我刚才叫你，为什么站着不动不理人？警官，我手臂的伤口刚才突然钻心的疼，疼得我实在没反应过来，脑子一片空白，不敢乱动。最好是这样，老实点，别让我抓到你在搞什么小动作。这个临时改制的工具太脆弱了，以它现在的损耗程度，最多再拧2次螺丝就会彻底报废。也就是说，我只剩下最后一次下去探长的机会。我进去探路，你贴在门边听着，走廊里只要有任何脚步声或是异样，立刻用力敲加脚，我会第一时间推出来。哥，你千万小心点。我早就说过，现代监狱的地下系统是不可能畅通无阻的。为了防止囚犯越狱，每隔几米就有一道这种高强度的铸铁隔路。王警官神预言，下水道这条路彻底是一条死胡同。这怎么搞？除非苏沫能变出个电锯来，就算有电锯也没用啊，管道里没电，而且切割铸铁的声音，绝对能把整个监狱的武将都招来。苏沫彻底白忙活，该死，是生铁浇铸的，完全焊死了，没有大型切割工具根本弄不开。就算有，在这地方动用机器，巨大的噪音不易于直接拉响越狱警报。通过下水道越狱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杨的暗号，外面有情况。快呀！来不及爬回去了。我操！他直接扑进粪水里游！疯了！这可是真下水道啊！这哥们儿演个戏，连命和尊严都不要了吗？太拼了吧！我服了。来不及了，苏木刚才钻进管道深处花了1分多钟，按照门外狱警目前的巡逻速度，
最多还有几十秒就会走到403牢房。在那种狭窄的管道里倒着跑，速度远比前面要慢，孙木绝对挡不住。起来，都给我起来！你这身是怎么搞的？大半夜在牢房里干什么了？完了完了，这次男主是真忽悠不过去了。这满身的下水道味儿和黑泥，傻子都能看出来去干嘛了。男主尽力了，面对这种地狱开局和突击查房，根本不可能圆回来啊！警官，那个苏沫他晚上睡觉不老实，可能是做噩梦出了一身冷汗，不小心掉地上打滚蹭的。闭嘴！出冷汗能出下水道的臭泥，怪不得楚警官今天特意交代我，让我今晚查房提早过来盯着你。原来你们俩大半夜的还真有猫腻啊！果然，我已经彻底被楚警官盯死了。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弄的？完了，越狱计划彻底败露了。警官，是他，是李阳欺负。警官，李阳他想讨好那个周虎，他知道白天我和周虎在放风场起了冲突，为了向周虎表忠心，他大半夜故意用洗手台的脏水泼我，还逼我在地上的脏水里打滚。好啊，李阳，你胆子肥了是吧？在我的管区搞拉帮结派，欺凌狱友这一套。警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一时糊涂，想在周虎面前表现表现，我再也不敢了。哼，少废话！既然精力这么旺盛，今晚就给我老老实实去小黑屋待着。走！虽然暂时把狱警糊弄过去，但下水道这条路已经彻底断了，死刑执行的日子就在眼前，留给我的时间已经少得可怜，我必须想出别的出路。哥，那小黑屋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又冷又黑，我这一晚上腿肚子都在打转。你昨晚到底探的怎么样了？能走吗？行不通，下水道里每隔几米就被手指粗的铸铁栅栏焊死了，没有重型切割设备根本过不去。下水道这条路彻底死了。唉，这就是命啊！哥，咱认了吧，这破地方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别再折腾了，安安稳稳等日子到了，吃顿好的上路得了。李阳，我问你，这个监狱一共关了多少犯人？食堂大概多久给犯人吃一次肉？啊，大概1000多人吧。吃肉的话，差不多5天能见一次荤层。咋了哥，你饿了？真开始琢磨最后一餐想吃啥了？苏木这是怎么了？不仅不沮丧，怎么还突然关心起监狱的伙食了？难道真的像李阳说的，他认命了？不对劲，以他昨晚不惜跳进污水里的那股狠劲儿，他绝对不可能轻易认命。打听人数，打听吃肉的频率，他到底在盘算什么？1000多人的规模，每次吃肉消耗的量极大。既然是5天吃一次肉，为了保证肉类不变质，肉类食材必定是每5天由专门的封闭式冷藏箱式货车送来一次。今天早晨我扒着窗户看到的送菜马车是敞篷的，一眼就能看透，根本没有藏人的死角。但我如果能想办法藏进送肉的封闭货车里，绝对可以安全地躲过狱警的视线，直接混出监狱。按照目前的时间和频率推算，接下来我只剩下最后2次机会。几天后，运肉车会来一次，再过5天，也就是我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清晨，运肉车会再来最后一次。这是我唯二能够逃出升天的机会，我必须要想出一个绝对完美的办法，在运肉车停在厨房下货处的时候，光明正大的混进去。后厨是监狱的重地，平时不仅有铁门锁着，卸货通道外还有狱警站岗，
想要直接溜进去根本不可能。洗衣屋是距离后厨最近的区域，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从内部到底要怎么才能穿过去潜入后厨，但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想办法混进洗衣屋，摸清里面的地形和安保死角。李阳，平时普通犯人能去洗衣房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进去？去洗衣房？哥，你这思维跳跃的也太快了吧！前脚问吃肉，后脚要洗衣服。咱们这片区的衣服都是统一收走洗的，普通犯人没事干嘛去那儿啊？私自靠近可是要关禁闭的。哎，等等，我想起来了，咱们区还真有个人每天下午都能去洗衣房。喏，就是那边那个干瘦的老头，大家都叫他老鬼。他的劳动改造任务就是每天去洗衣房推车手发衣服，干点杂活。老哥，一个人在这儿晒太阳呢。听说你每天都在洗衣房干活，我想跟你打听点里面的事儿。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哈哈哈！吃瘪了吧？默哀老子，苏木的套金箍战术完全失效。看着苏沫僵在原地的表情，我莫名觉得有点爽，是怎么回事？苏木一向谋定而后行，他为什么突然对洗衣房这么感兴趣？王警官，您觉得他到底打算干什么？从常规的越狱逻辑来看，洗衣房通常连接着监狱的主排水管网或者大型排气通风系统。我推测，苏沫是想借机潜入洗衣房，寻找从内部管道溜走的缝隙。不过他注定要失望了，那里的防逃脱标准和下水道是一模一样的。哥，吃闭门羹了吧？我就说那老头怪得很，平时根本不搭理人的。这老鬼到底是什么性格？就算再孤僻，也不至于听到别人搭话，连半个字的反应都没有就直接走人吧？哥，你是有所不知，这老头性格孤僻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阵营。阵营大概率是因为他是周虎。你想想，前2天你才刚使苦肉计把周虎给坑进了禁闭室，虽然周虎今天刚被放出来，但他手底下的人能给你好脸色看吗？老鬼刚才没直接呸你一脸就算客气了。这就麻烦了，如果老鬼是周虎的人，那想从他身上找突破口混进洗衣房，难度简直翻倍。该死！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如果这个时候被周虎缠上，甚至打一架，不仅会被关禁闭，后续的越狱计划就彻底完了。哈哈哈哈！李阳，好小子，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这么有种啊？虎哥，您说什么？少装算了，我都听说了。昨晚你为了替我出气，大半夜把这姓苏的小子按在地上用脏水泼，还被狱警抓去关了一晚上小黑屋，干得漂亮！我周虎就喜欢你这种讲义气的兄弟。嗨呀，虎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敢惹您，我当然得替您好好教训教训他。您放心，他现在已经被我彻底制服帖了。虎哥，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行了，既然你已经被我兄弟教训过了，之前的事就算了。李阳，以后在这片区我罩着你。谢谢虎哥，谢谢虎哥。虎哥，等一下子，还有什么事儿？虎哥，我有点私事，想和老鬼单独。虎哥，我有点私事，想和老鬼单独谈谈。有屁快放，虎哥还在等我。我想进洗衣房，需要什么条件？进洗衣房？你以为那是公共食堂，想进就进？去洗衣房干活的名单是狱方定死的特定囚犯，除了名单上的人，别人绝不可能靠近半步。而且每次进出都要过安检，被狱警8层皮一样的搜身，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哼，少做梦了！洗衣房不用日晒雨淋，活又轻松，那是这破地方难得的一块肥肉，多少人挤破头想去都去不了。不怕告诉你，
要不是虎哥在背后发话镇场子，这美差根本落不到我头上。一个将死之人，就别白费心机了。哥，听见了吧？我就说没戏。洗衣房那种地方看管的严丝合缝，你就算长了翅膀也进不去。咱就踏踏实实放弃这个念头吧。话说回来，哥，你一门心思想去洗衣房，到底要干什么呀？总不能是真的想去洗衣服吧？名单卡死，搜身严格。既然常规的潜入手段行不通，绝对不可能混进去。那么，李阳，我问你，在这个监狱里，周虎有没有什么死对头？苏木这是要干什么？打算借刀杀人，让洗衣房空出位置？你把现代监狱想得太简单了，现实中的监狱管理极其严格，根本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动不动就聚众。想在狱警的眼皮子底下制造事端，让周虎出胜，想难度极高。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苏木真的神通广大，让周虎和老鬼都出了意外，洗衣房空出了位置，但别忘了苏木的身份，他是一个只剩10来天寿命的死刑犯。狱方就是安排个瞎子去洗衣房，也绝对不可能安排一个死刑犯去工作。对呀，死刑犯都是全天候重点监视，怎么可能给你安排工作？那苏木这不是白算计了吗？死胡同啊！周虎虽然横，但也不是没人治得了他。二监区有个叫徐彪的狠角色，以前在外面就和周虎是死对头，两人为了抢地盘结过血仇。虽然现在关在同一个监狱，但平时放风只要一碰面，那眼神简直恨不得把对方活吞了。我是一个死刑犯，无论老鬼出什么意外，狱方都绝对不可能把洗衣房的差事落到我手上。我根本没办法取代老鬼工作身份。既然正规途径和身份顶替这条路被彻底堵死，那进洗衣房的办法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这招置之死处而后生，就要靠这位名叫陈彪的死对头来帮我拉开序幕。哥，你笑得我心里直发毛，你到底在盘算啥呢？你就是那个抢银行的死刑犯，你偷偷找我干什么？想和你一起扳倒周虎。想疯了吧？你以为这是在外面，这他妈是在监狱，到处都是眼睛，平时连大点声说话都要挨棍子。你想在这儿搞垮周虎？怎么搞？拿头撞他吗？你想死别拉着我。在监狱里确实没办法靠咱们的拳头搞周虎，但是救人肯定行。是谁？苏姐。我的天，苏木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狱警的身上，他这是要借力打力。这太不可思议了，狱警绝不可能介入犯人之间的地盘争夺，更别说被一个死刑犯当枪使。苏沫这个想法就是在走钢丝，一旦越界，绝对会万劫不复。借刀杀人，而且借的还是别人的刀，这脑回路绝了！疯了！天天被楚警官当贼一样盯着，现在居然要反过来利用别人，说得轻巧，别人凭什么去搞周虎？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利用狱警，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先不说你一个死刑犯到底怎么搞定狱警，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搞周虎？因为我没几天活头了，他让我在临死前不痛快，那我就必须拉他下水。我听说了，前2天你们发生了冲突，周虎还被关了小黑屋，就因为这事儿？对，至于吗？我都要死了，还有什么至于不至于的？那为什么偏偏来找我？因为我知道你们俩是死对头，也知道你做梦都想让周虎出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事。能把周虎弄死吗？不能，但是我能让他一直坐牢，把牢底坐穿，做到死。我没兴趣，风险太大了，万一事情败露，你倒是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反正你也是马上要枪毙的人了。但我可说不定得陪你一起做到死，这买卖不划算。如果我说，只要成功了，不但周虎会坐牢坐到死，而且你还会获得减刑呢。减刑？苏木在说什么胡话？他一个死刑犯，拿什么向徐彪保证减刑？立功受奖，
苏木是想给徐彪制造一个重大立功的机会。如果徐彪能协助狱方破获或者阻止某种重大恶性事件，根据规定，确实有可能获得大幅减刑。可是，哪里有重大立功的机会呢？说来听听，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应该也听说了，昨晚李阳为了巴结周虎，故意用脏水泼我、欺负我的事吧？那是假的，是我们演给周虎看的一场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获得周虎的信任。我会找机会向周虎全盘托出，告诉他我打算越狱，并且我要带着他一起走。而你要做的，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去向狱警实名举报我越狱。我需要怎么配合你？等时机成熟，我会主动联系你的。想要顺利潜入洗衣房，就必须要周虎的全力配合才有机会。想要取得这种人的信任，就必须把我越狱的打算透露给他。更何况，我刚才追问老鬼关于洗衣房的问题，必然已经引起了周虎的怀疑。所以，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我都要和周虎坦白越狱的计划，打消他的顾虑。只是说，我真正越狱的办法，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天哪，计中计，碟中谍，苏沫这是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李阳、徐彪、周虎，甚至是狱警，全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心理素质和全局构化能力简直可怕。抛出一个假越狱计划套住周虎，再用举报立功套住徐彪，他到底想怎么利用周虎进洗衣房？我真以为李阳那小子是真心投靠我。虎哥，他昨晚不是替您出气，把苏木狠狠收拾了一顿吗？还被关了小黑屋。老子又不傻，李阳是个杀人犯，苏木是个马上吃枪砸的死刑犯，这俩人全都没几分活头了。他们费尽心思巴结我，有什么好？我能给他们减刑，还是能保他们的命？这事儿绝对有猫腻。老鬼，刚才姓苏的找你，到底聊了什么？虎哥，那小子神经兮兮的，一直在跟我打听怎么去洗衣房，问得很细，连进出的安检条件和名单的事儿都盘问了。洗衣房？一个死刑犯打听洗衣房干什么？洗衣房是整个监区离后厨协会区最近的地方，这姓苏的难道是打算越狱？苏沫，你胆子不小，还敢主动送上门？虎哥，明人不说暗话，我刚才找老鬼打听洗衣房，是因为我要越狱。越狱就凭你？好啊，你小子既然敢承认，那你现在就给我等着被举报吧！我操，苏沫疯了吗？这就直接自爆了！完了完了，男主要倒血霉了，周虎正愁没机会立功呢。白送的减刑机会，周虎肯定转头就把他卖了。这波操作太降智了。苏木这也太冲动了，他怎么敢把这么致命的秘密直接告诉死对头？苏沫正就是外行啊，他这是电影和电视剧看多了，以为在监狱里振臂一呼就能招揽一帮讲义气的同伙。但现实中的现代监狱，每个犯人做梦都想着怎么立功减刑，早点重获自由。面对越狱这种重大事件，犯人们绝对会选择第一时间向狱方举报换取减刑。苏沫把计划告诉周虎，无异于自寻死路。苏沫，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一个死刑犯，反正是要吃枪子的，但我可不同。要是把你越狱的事儿捅给楚警官，这可是重大立功，少说也能给我减个3、5年的刑期。老子凭什么不举报你？想立功，行啊。大门就在那边，欢迎你现在就去向狱警举报。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死到临头还这么狂。不过，只要你敢开这个口，我保证，咱们所有人都会一起遭殃。你不仅减不了刑，这辈子都别想从这鬼地方出去了。不过，只要你敢开这个口，我保证，咱们所有人都会一起遭殃。你不仅减不了刑，这辈子都别想从这鬼地方出去了。跟我玩心理战？你以为随便吹2句牛逼就能把我唬住？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我倒要看看，我去跟狱警举报你，我能遭什么殃？想进洗衣房，必须是狱方定死的特定名单上的囚犯，普通犯人绝不可能靠近半步，而且每次进出都要过安检，被狱警8层皮一样的搜身，毫无死角。第一班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
期间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你放什么屁？这不全是我刚刚才亲口跟你说的话吗？小兄弟，你扯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我刚刚说的这些关于洗衣房的内部安保机密，全都是我越狱的同伙亲口交代给我的重要信息啊。只是说，现在我的同伙觉得风险太大，和我闹掰了，不仅不打算带我进洗衣房，还要反过来去向楚警官举报我越狱。你说对不对？我的好同伙。我操，这演技绝了！刚才那个阴间的笑容看得我狂起鸡皮疙瘩，太逼真了。他简直就是个天生的犯罪大师，把周虎拿捏得死死的，反向法用老鬼的信息当投名状反咬一口，牛逼！好可怕的算计能力！他之前故意去套老鬼的话，根本不是指望老鬼帮忙，而是为了拿到这些内部信息，用来当做把周虎强行拉下水的同谋证据，是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楚警官本来就盯着我们，你现在去举报我，我就会当着他的面承认越狱，并且一口咬定是你们给我提供的洗衣房安保情报，打算接应。胡哥，你想想，在楚警官那里多一个人，你想解释清楚自己的事，需要费多大的力气？你觉得他是会信你，还是信我这个将死？你他妈真是个疯子！但我凭什么配合你？老子再过几年就刑满释放出去了，我根本没必要越狱。帮你越狱，我无法获得任何好处，还要承担被加刑甚至吃枪子的巨大风险。我凭什么陪你玩命？那如果我说能借着这次机会，帮你彻底干掉你的死对头徐彪呢？干掉徐彪？你一个马上吃枪子的人，拿什么干掉他？我有办法搞到一把尖刀，只要你让老鬼利用职务之便，掩护我混进洗衣房，我就能借着换洗衣物的监控死角，把这把刀神不知鬼不觉地栽赃进徐彪脱下的囚服里，在监狱里私藏致命凶器，这可是破坏监管秩序的重罪。只要这把刀在徐彪的衣服里被狱警搜出来，他这辈子都别想重见天日，绝对把牢底坐穿。好小子，够阴毒！这招借刀杀人我喜欢，此计甚妙，我答应配合你。明天下午，我让老鬼想办法安排你进去，但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样。虎哥放心，等我的好消息。谁？苏木，大半夜躲在这儿干什么？彪哥，周虎明天要在洗衣房弄死你。你说什么？周虎明天要在洗衣房弄死你。你说什么？我操，无间道啊！这男主到底想干嘛？两头骗 ，CPU 要烧了。汪警官，苏沫这到底是在下什么大棋？他刚刚才和周虎结盟，转头就把周虎给彻底卖了。说实话，连我也完全猜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先用假越狱套住周虎，现在又拿周虎去下套引诱徐彪，这一环扣一环的计中结，简直是把监区里的大佬全当成了他棋盘上的提线木偶。弄死我！周虎他疯了，他怎么敢在监狱里动手？不是直接动手，周虎让我搞把刀，打算明天利用进洗衣房的盲区，把刀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你的换洗衣物里。你想想，一旦狱警从你衣服里搜出来私藏致命凶器，你徐彪下半辈子还能从这鬼地方走出去吗？这个王八蛋，竟然用这么阴毒的招数！不过彪哥你放心，明天我会按他的要求行动，但只要那把刀一脱手，我就会借机直接举报给楚警官。到时候，楚警官当场人赃并获，周虎蓄意栽赃陷害的重罪彻底作数。楚警官绝对会立刻把他抓走严办。大半夜躲在监控死角，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大半夜躲在监控死角，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楚警官，是徐彪，他看我这2天总被周虎欺负，刚才故意在这儿拦住我，
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非要拉拢我进他的地盘，让我以后替他卖命。玉彪，少在我的管区搞这些乌烟瘴气的拉帮结派，再有下次，直接关禁闭，赶紧滚回牢房。其实，在这个计划里，想要混进洗衣房根本就不是最难的一环。目前摆在我面前最大的死局是楚警官。楚警官的直觉太敏锐，他一直像防贼一样死死提防我。只要他不放松警惕，我的越狱计划就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进展。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个重量级的头钟来取得他的信任，让他彻底对我放松警惕。而周虎就是我完美献祭给楚警官的祭品，而且只有利用这次实名举报周虎栽赃的绝佳机会，我才能在狱警的眼皮子底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走进洗衣房。至于嫁祸用的刀子，朱梦，你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怎么回事？警官，我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刚好砸到了受伤的手，头好像断了。别废话，把他架起来！伤得很重，我找特效消炎药和新的固定踏板。成败在此一举。谢谢医生。站住！你手里攥着什么东西？给我交出来！站住！你手里攥着什么东西？给我交出来！医生，我手疼的一直痉挛抽筋，根本握不住任何东西啊。可能是我看错了，赶紧走吧。我操，你小子还真有种，连这玩意儿都能顺出来。刀我已经搞到了，明天下午你亲自把刀交给老鬼，让他务必利用洗衣房收衣服的盲区，把刀死死塞进徐彪的囚服夹层。放心，老鬼干这种阴心是轻车熟路，明天许彪绝对把牢底坐穿。我操！刚把刀递给周虎，转头就进了狱警办公室。我的 CPU 彻底烧了。苏沫这到底是哪一头的呀？这剧情太烧脑了，完全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干嘛。连环计、中计、中计。楚警官，我要实名举报。周虎不知道从哪搞到了一把锋利的医用手术刀，他谋划着明天下午让老鬼利用洗衣房换衣服的安保盲区，把刀带进去，准备在里面闹出人命。你说什么？医用手术刀？苏木，你知道谎报军情、污蔑狱友是什么下场吗？我敢拿我这条快要没命的命担保。楚警官，您如果不信，明天下午老鬼当班的时候，您亲自带人去洗衣房突击检查，绝对能人赃并获。虽然总觉得这小子不老实，但如果在监池内真的藏有致命凶器，并闹出人命，那可是我职业生涯的重大失职，我根本赌不起。鬼道！我彻底糊涂了。苏
苏沫折腾来折腾去，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除了把周虎和老鬼陷害进去，对他的越狱计划有一丁点帮助吗？这完全是在白费力气啊！天哪，我们全都被他骗了，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靠周虎的帮助潜入洗衣房。什么意思？你看他现在站的地方，这不就是普通犯人绝不可能踏入的洗衣房吗？但他利用当场举报指认物证这个完美借口，现在正光明正大的跟在楚警官旁边，堂而皇章的踏进了洗衣房的内部。他确定在演戏吗？头皮发麻，那一直表示这智商简直逆天了！原来这连环计只为了骗一张进门踩点的门票。地形和安保死角已经彻底摸清，既然这最难的一步已经迈出，接下来就是越狱的第2步计划了。苏曼，你一个没几天活头的死刑犯，立功减刑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告诉我，你费尽心机出卖周虎，到底图什么？苏曼，你一个没几天活头的死刑犯，立功减刑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告诉我，你费尽心机出卖周虎，到底图什么？我操！楚警官竟然看穿了，姜还是老的辣呀！完了完了，楚警官这智商一直在线，苏沫这下要倒血霉了。死刑犯在老狱警面前玩弄心机，这下彻底玩砸了吧？楚关关，我向您坦白，其实那把手术刀是我昨天去医务室的时候偷偷顺走的，可我真的是被逼的，是周虎，他人多势众威胁我，如果不帮他搞把刀子出来，就要让我在耗子里生不如死。我是一个马上就要吃枪子的死刑犯了，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最后这几天里不挨打，不被欺负，能安安稳稳的睡个觉，每顿饭能吃口热乎的，然后干干净净的上路。真的不想在临死前还要被周虎那个疯子强行卷进杀人命案里去啊！念在你主动举报，避免了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份上，偷刀的事儿我这次就不深究了。谢谢警官。那个老鬼马上要被关禁闭了，洗衣房肯定缺人，您能不能让我去顶替老鬼的活？苏沫，你老实回答我，从始至终你搞出这么多事，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进洗衣房吧？楚警官到底还是经验丰富的老狱警，终于看出了端倪。苏沫这小子的连环计确实精妙，但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一旦被看穿目的，他这场越狱的戏码，恐怕今天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是，楚管官您看得很准。从一开始，我的目的就是想进洗衣房。楚管官您也看到了，这几天在外面，不是周虎找我的麻烦，就是徐彪想拉拢我。他们两拨人斗来斗去，夹在中间真的太累了。我一个半条腿都迈进鬼门关的人，要地盘没用，要小弟也没用。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完最后这几天。洗衣房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重活，但那里规矩严，闲杂人等进不去，清静。我宁愿每天在里面累得连轴转，也不想再留在外面担惊受怕了。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您可以让李阳跟我一起去。李阳之前算是周虎那边的人，胆子也小，有他全天候在旁边盯着我，我绝不可能翻出什么烂花来。只要我有一丁点不规矩，他肯定会立刻向您报告。好，我同意了。明天起，你和李阳接替老鬼的位置，但你给我记住，别耍花样。苏哥，怎么样了？楚警官怎么说？搞定了。明天开始，咱俩就能名正言顺的进洗衣房干活了。等等，苏哥，我们之前为了骗周虎上钩，不是把你打算从洗衣房越狱的计划告诉他了吗？现在你把周虎坑进了小黑屋，他恨不得剥了你的皮。他为了报复你，肯定会立马向楚警官举报你要从洗衣房越狱啊！慌什么？我就是要让他去举报。你疯了？让他举报，那不是把脖子往铡刀上送吗？来人，狱警，我要举报，我要立功！苏沫那个抢银行的死刑犯要越狱，他处心积虑混进洗衣房，就是为了从那里逃跑。苏沫这究竟是在干什么？他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我操，这波我真看不懂了，主动引爆地雷，玩脱了，
这下彻底把底牌暴露了，神仙难救。报告，监区收到紧急举报，死刑犯苏木疑似预谋利用洗衣房通道越狱，情况可疑。洗衣房，好你个苏木，竟然连我都敢算计！魏东，趴下！你果然在耍我！苏木这次玩脱了，居然把楚警官逼到拔枪的地步。在枪口下，死刑犯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彻底翻车了。男主这回自己把路走了。楚警官，我冤枉，这是周虎的恶意报复。报复？他把你要去洗衣房越狱的计划说得一清二楚。他被我检举关进禁闭室，恨不得立刻弄死我。他知道我求您去洗衣房干活，故意编造这套越狱的说辞，就是想借您的手杀我。您想想，洗衣房守卫森严，我一个死刑犯拿什么越狱？楚警官，您如果不信，大可以加强检备。洗衣房靠近生鲜车卸货处，您可以在卸货区增派人手，甚至牵警犬来巡逻。我如果有任何越狱的举动，警犬立刻就能发现。我只求您让我安稳活到执行死刑的那天。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明天起，卸货区加派双岗，带警犬巡逻。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这东西怎么会在我口袋里？刚才被狱警按倒时，我顺手从那人胸前摘下来。洗衣房高处那扇小窗户的螺丝是一字形，这块金属轮牌的厚度刚好可以用来当螺丝刀。你不要命了？楚警官现在盯我们盯得这么紧，要是被发现我们偷狱警的东西，真的死定了。别怕，只要按计划行事，我一定会带你一起越狱出去。我的天，怪不得苏木说就是要让周虎举报。他故意激怒楚警官，带人冲进来，就是为了制造混乱，趁机偷名牌。这算计能力绝了，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算进去了。虽然在禁闭室，但他已经给外面的手下传了话，他们认定是你跟我合谋坑了他，准备明天中午在食堂对你下死手。言尽于此。明天食堂人多，是动手的好机会，你自己当心。这个你拿着。周虎，你想玩命，老子奉陪。周虎，你想玩命，老子奉陪。明天吃午饭的时候，食堂会发生大乱，那就是我们越狱的最佳时机。可是楚警官今天刚说了，要在下货区加派双岗，还有警犬死死盯着，我们怎么可能混得过去？我们要的就是这场大乱。一旦食堂的冲突彻底失控，演变成大规模暴动，狱方为了紧急镇压，绝对会把周边所有的安保力量全部抽调过去。到那个时候，下货区的狱警和警犬全都会被火速调走，那里将出现长达10几分钟的绝对真空期。我们就趁苏用名牌卸下洗衣房小窗户的螺丝，穿过排气管，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生鲜车底盘。哥，你连这一步都算计得死死的，这招调虎离山太绝了，这回彻底豁出去了。周虎，上面发话了，你的禁闭提前结束，立刻回监区。终于放老子出来了。王警官，您这是怎么了？这根本不是在单纯的演戏，他把打磨好的致命凶器交给了徐彪，现在周虎这个火药桶又提前放回了监区，他这是在有预谋的挑起一场真实的监狱大暴动。再不让狱方强行介入，明天中午食堂绝对会出人命的。王警官，现在的收视率已经破了全网历史记录，这个时候强行切断直播，节目组损失太大了。难道为了收视率，你连真正的流血事件都不顾了吗？我们折中一下，我们立刻通过内联系楚警官，苏木的真实演员身份，还有他打算利用食堂暴动调虎离山，从洗衣房生鲜车越狱的底牌全盘偷出，让楚警官提前部署，这样既能阻止暴动，又能让节目继续录下去。我操，节目组玩不起啊！
直接给楚警官开上帝视角塞剧本。这下苏沫死透了，底牌全被看光了，这还玩个屁！哈哈，我都有点心疼苏沫了。这越狱难度直接拔高到了宇宙级。搞了半天，这个把整个监区搅得天翻地覆、心机深沉的刺头，居然根本不是什么高智商悍匪，只是个来体验生活的演员。怪不得敢这么折腾，想借着暴动从升仙区越狱，痴人说梦。既然你是个演员，想玩一场猫鼠游戏，那我就亲自陪你好好演这一场。哥，今天这阵仗不对劲儿啊，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狱警？这还怎么乱得起来？别管那么多，准备行动。哥，今天这阵仗不对劲儿啊，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狱警？这还怎么乱得起来？别管那么多，准备行动。彪哥，你让我破的汤我破了，快救我！徐彪，你敢阴我！兄弟们，给我弄死他！你们两个不在食堂待着，乱跑什么？警官，食堂杀疯了，周虎和徐彪的人动了刀子。楚警官怕我们被波及，命令我们立刻躲进洗衣房避险。他让您赶紧带人去食堂支援，那边快顶不住了。赶紧滚进去待着，把门锁死，千万别出来！时间不多了，升仙车就在管道另一头，踩着我的肩膀，你先上去，把你的囚服脱了。这管道太窄了，里面很容易被挂住。哥，大恩不言谢。哥，快把手给我，我拉你上来。哥，你退后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放我出去！我操，什么情况？苏木把李固关在里面了，他到底想干嘛？说好的带小弟一起飞呢，怎么自己不上车？我明白了，我们全被骗了。李阳根本就是个弃子，苏沫费尽心机搞出调虎离山，根本没打算上那辆升仙车。哥，你干什么？快放我出去啊！顺着管道一直往前爬就能上车，你自己逃走吧，我留下来给你断后。不行，要走一起走。哥，你别丢下我！哥！报告，人数清点完毕，少了2个人，杜牧和李阳不见了。果然按耐不住了，跟我玩调虎离山，真以为我毫无防备？呼叫食堂卸货处，升仙车那边情况怎么样？有老鼠落网？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上那辆升仙车。越是看似完美的逃跑路线，越是狱方防守最严密的死穴。楚警官那么聪明，怎么可能猜不到升仙车是我的目标？周虎、徐彪、食堂的几百名犯人，全都是我的棋子。此刻，所有的警力要么在食堂镇压暴乱，要么在卸货区死死盯着那辆升仙车。这里成了整个监狱防备最薄弱的真空地带。只有那辆升仙车成为众矢之的，我才能全身而退。只是有点对不住李阳了。
楚警官抓到他，肯定会以为越狱计划已经被彻底粉碎，这才能掩护我真正离开。楚队，生险车厢里抓到李阳了，但是没看到苏沫。李阳交代苏沫朝着办公区逃了。办公区到处都是监控，根本没办法藏人。唯一能藏人的地方，只有办公区下面的停车场。这也是唯一能越狱成功的办法。你说对吧，苏沫？出来吧！不能动，千万不能动！楚队，精泉有发现！楚队，精泉有发现！楚警官连精泉都算到了，还好我留了一手。楚队在那边，推车下面，过去看看，小心点。楚队，没有人，只有血迹。调虎离山，这小子根本没打算躲在车库里，他知道车库是死胡同，故意留下血迹，拖延时间。你们立刻封锁车库，带警犬仔细搜，我亲自开车去大门外围堵截，他绝不可能跑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楚警官，亲自带我出去吧。一个金蝉脱壳，他根本没想一直躲在车底。这是他故意扔下来的诱饵，算准了我会因为异响停车。他刚刚就在这附近下车了。呼叫大门岗哨，苏沫刚刚在1号门外跳车逃窜，立刻封锁附近区域，带警犬过来，给我一寸一寸的搜，他绝对跑不远。楚警官，你确实很敏锐，扒着你的车，借着你的身份，我确实能毫无阻碍地出了这第一道大门。但是出监狱的第二道主大门，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底盘扫描仪和红外线生命探测。如果我一直躲在你的车底，到了第二大门，绝对会被当场抓获。所以，我的真实目的从来就不是靠着警车离开，这辆车只不过是我从严密监区到达这片外围弧度区的免费出租车罢了。呼叫大门岗哨！我操！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这次是真完蛋了。尽力了，这地狱难度谁来都全剧终。太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苏木的越狱大戏，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终于结束了。说实话，
作为一个来体验生活的演员，苏木的表现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凭一己之力把监区搅得天翻地覆，甚至逼得老练的楚警官连连失算。这等心机和行动力简直令人胆寒。但现代监狱的立体安防是没有任何死角的，他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站住！双手抱头，不许动！呼叫楚队，在东侧外围3号排污管道内发现目标苏木，他正往管道出口方向逃窜，请求支援。排污管道，哼，苏木啊苏木，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条管道的尽头确实连接着监区外面的排污小河，但你以为你能直接游出去吗？那里是彻头彻尾的死胡同，你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2组、3组听令，立刻全副武装，去排污小河的管道出口，给我从出口往里排查，把他死死堵在里面，前后夹击，我要给他来个瓮中捉鳖。停下！别做无谓的挣扎，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停下！别做无谓的挣扎，我们已经看到你了。站住！双手抱头，不许动！别动手！是我！怎么是你？苏木呢？见鬼了！那小子刚跑进岔道就不见了。管道里岔路太多，他根本没往出口跑。他顺着管道又跑回监狱里面去了。跑回去了。一招回马枪，他算准了出口有埋伏，故意引诱我们在外围布控。启动全监区最高级别预警，把所有下水管道图纸调出来，带上探测仪，一寸一寸的给我往下查，哪怕把下水道翻个顶朝天，也要把它揪出来。快去那边找找。找到了吗？没有。你那边再找找，我去这边。好。不可能，下水道是个封闭的死循环，里面根本藏不住人。他拼死跑回监狱，到底图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卸货区因为之前的暴动和警犬搜查，已经被我们彻底清查过一遍。现在的防备反而最为松懈。生鲜车那辆运送物资的厢式冷藏车，因为下午的封锁一直被迫停在卸货处。但按照监狱死规，外来车辆绝不能在监区过夜，天黑前必须驶离，生鲜车必须走，而且就是现在。所有人立刻停止下水道排查，全副武装，跟我去适当卸货处，快！所有人立刻停止下水道排查，全副武装，跟我去适当卸货处，快！越狱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安防立体无死角的时代，任何按部就班的逃跑路线都等同于自杀。想要从这铜墙铁壁中撕开一道口子，就必须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甚至必须策划出一场连我自己都无法完全预料走向的疯狂计划，用彻底的失控和混乱，才能换取那唯一的一线生机。男主还在拿我深沉的人设呢，楚警官都已经带人杀过来，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真以为这招灯下黑能骗过所有人？哎，彻底不行了，他的后面已经被楚完全开创了，前面装的再牛逼，最后还不是要在车缝里被揪出来？太无赖了！按照监狱外来车辆绝不过夜的死规矩，最多还有10分钟，这辆生鲜车就必须要发动离开了。2组、3组包围卸货区，把这辆车给我围死，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他上楼了，2组包围建筑，其他人跟我上去。跑啊，怎么不跑了？下面是10几米高的大楼外墙，你这回真的是无路可逃了。老实说，一开始我确实被你骗了，
虽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底细，知道你只是个来录节目的演员，但作为演员，你能把戏演到这个份上，把整个监区耍得团团转，甚至逼得我亲自带队抓你，这份智商和手段，绝对是独一份的了。这场戏在这里杀青，你足以自傲。不对劲，太安静了，太僵硬了。太离谱了，这简直太离谱了！这件李阳的囚服出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第一次进入洗衣房逼李阳脱下囚服的那一刻起，苏沫就已经把现在的局面完全算计在内了。不仅如此，从他和周芷发生冲突，到借着暴动调虎离山，再到故意在车库留下血迹，甚至躲进下水管道，这一切看似被逼入绝境的逃亡，全都在他的完美预料之中。这走一步看百步的恐怖策划能力，你们确定他真的只是个来体验生活的演员？我操！我的头皮要炸开了！这他妈是诸葛亮转世来抢银行了吧？把全监狱当猴耍！这男主不是人，是神仙啊！细思极恐，所有的巧合全是他的算计。这不是听到我带人冲过来时仓促摆好的，绳结打得这么结实，说明他在傍晚刚到达卸货曲的时候，就已经专门抽时间溜上天台，提前布置好了这个假人。好，很好，极其完美的心理博弈，神乎其技的视线诱导。既然天台上这个人是提前布置好的假人，那刚才车头上的泥水脚印，还有逃跑上楼的动静，自然也全都是你临时演出来的假象。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所有人全都骗上楼，好让下面那辆生鲜车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顺利开出监狱大门。所以苏沫，别白费心机了，现在立刻从车头和车厢的夹缝里给我滚出来！我知道，你根本没上楼，你现在还在里面。别白费心机了。我知道，你根本没上楼，你现在还在里面。楚警官，您真的是神机妙算。我费尽心机布下这连环局，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我认输。苏沫，我现在是真的很好奇，你走一步算百步，连李阳的假人都能提前布好，如此深远的损算，难道这里就彻底结束了吗？告诉我，你是不是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策划？或者说，此时此刻被我逮捕，其实也算是你越狱计划的一环？楚警官，您太高估我了。这栋楼已经被你们围得水泄不通，我插翅难逃，人都已经被你们死死抓住了，我还拿什么去计划？不过，反正我是一个死刑犯，接下来迟早也是个死。那不如我现在就死得轰轰烈烈一点吧！拦住他！拦住他！我真跳了！苏沫不是个演员吗？一个人为了演戏，竟然能较真到跳楼自杀的程度。这么严重的坠落伤，寓意根本没用！快，立刻呼叫市医院的救护车！快啊！闹出这么大的事儿，这档疯狂的综艺节目，终于也要被迫停止录制了吧？这样极度冷静的人，真的会绝望寻死吗？彪哥，你让我
破的汤我破了，快救我！兄弟们，给我弄死他！等一下，如果在天台上被我抓住，甚至跳楼，真的全是他计划中的一环。那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是他左手的纱布，刚才跳下来时有缓冲，根本没有受致命的重伤。他是利用坠地的瞬间脱下纱布，对自己原本的伤口进行了极其残忍的2次破坏，导致大出血涂满全身，伪造出重伤濒死的假象。他背部跳楼全都是计划，他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重伤，让狱方主动叫来这辆可以畅通无阻驶出监狱大门的救护车。医院那边传来消息，救护车开到医院，担架上没人，只有一堆带血的纱布。主持人，网上已经炸了！我操，真跑了？这他妈是演戏，这比真实越狱还真实啊！他跳楼那段我看哭了，结果你告诉我他是演的。不对，他到底是不是演的？这节目组是不是疯了？让演员真跳楼？严查，必须严查！苏木现在在哪里？他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个逃犯吧？节目组有没有告诉他真相啊？有没有人管？王警官，现在怎么办？他不知道自己是个演员。什么意思？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他是在录节目。他以为自己是真正的死刑犯，3天后就要被执行枪决。那他的越狱计划不是节目组安排的，是他自己为了活命，一步一步算出来的。你是说他差点把自己摔死，把手烫烂，把同伙关在通风管里，全都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在拼命自救？对。那他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你们不是在医院外面布控了吗？他根本就没打算进医院，他从跳楼那刻起就计划好了。救护车是唯一能带他冲出监狱大门的安全通道，他在半路上就已经跳车跑了。楚安关的电话。他根本就没打算进医院，他从跳楼那刻起就计划好了。救护车是唯一能带他冲出监狱大门的安全通道，他在半路上就已经跳车跑了。楚安关的电话。说。苏木从救护车上跑了，我们查了沿路的所有监控，他进了小巷子之后就没了踪影。他受过伤，走不远。我们在周边区域搜过了，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我来找他。我要去现场。现在？他受了伤，身上没钱没证件，他跑不远。但他也不会轻易被抓，你们这边能提供什么？什么？他所有的监控录像，从进监狱第1天到现在每一帧画面，我要研究他的行为习惯。把所有的母带调出来，快去！他以为自己在逃命，肯定会按照逃犯的逻辑做事。他以为自己在逃命。肯定会按照逃犯的逻辑做事。我看了全程直播，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真实节目，他跳楼那段太真实了。节目组有没有告诉他是在录节目？如果没告诉，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你们想想，一个以为自己要死的人，用尽一切办法逃出去，然后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会怎么想？节目组必须给个说法。楚警官不是知道真相吗？告诉苏木，节目组为了收视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苏木现在在哪儿？他安全吗？他手上有伤，身上没钱，没身份证。你们说他会去哪里？我要求节目组立即停播。停什么停？先把人找到再说。王警官，舆论已经失控了，节目还要继续播吗？播。现在播什么？播他逃出去之后的事。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会找到他。苏木，如果你在看，我是王警官，
你不是死刑犯，你是我们节目的演员。你越狱成功之后，没有人会来抓你。你觉得他能看到吗？他看不到，他身上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他以为全世界都在通缉。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目前我们只有这个方法了。明天得走远一点。今天必须离开这座城市。往南200公里后有个县城，不算大，人口流动多，能混进去。但是去县城的路上有3个关卡。国道有一个检查站，高速入口有交警，火车站有身份核证。不能走国道，不能走高速，不能坐火车。监控盲区位置没变。机车进县城之前要过地貌，地貌有转眼器，车底藏人会被发现。老板，有剩饭吗？你是干什么的？过路的，身上没钱了，想讨口饭吃。帮我搬2箱啤酒，给你1碗面。行。你这手怎么了？在厂里被机器压的，厂子倒了，老板跑了。我想回老家，走到这儿没钱了。老家哪儿的？甘省。远啊，走回去得1个月，走一步算一步。前面有个检查站，查大车的，你走路没人查你。检查站查什么？查超载的，有时候也查身份证，不过你走路人家懒得理你。谢谢。走河堤，河堤没有监控。光靠走路不行，走太慢，路上接触的人太多，每接触一个人，就多一分被认出来的风险。要搭车，但不能在路边拦，路边有监控，四肢会记住我的脸。要在车停下来的地方上车，要在车停下来的地方上车。师傅，往南走吗？去哪儿？南边200公里，我帮你看着货，不要钱。我拉的是日用品，大白天的不用看。我可以用手帮你搬货，你一个人搬得搬到什么时候？你这手
能搬货，右手能搬，左手虽然伤了，但可以帮忙撑着。你到底是什么人？在工地上干活的，工头卷钱跑了，3个月没发工资，我实在没办法，想走回家，走到这儿实在没钱了。你长得有点像新闻上那个越狱的。这几天好几个人这么说了，我都想去自首领奖金了。人家通缉犯好歹是抢银行，我连个工钱都要不到。你这手也是抢银行抢的？厂里机器压的。行吧，上车。到了前面县城，我要拐弯，到时候你自己再想办法。你老家哪儿的？甘肃。远，怎么跑这么远来打工？老乡介绍的，说这边厂子多，工资高。来了才发现是个小作坊，干了3个月，老板跑了。哎，这种事多了去了，以后找厂子要睁大眼睛，别什么地方都去。你这手伤得不轻，得去医院看看，别废了。到了县城再说。司机肯定认出我，但他不会怀疑的，因为通缉犯不会主动承认自己像通缉犯。我主动说了，他反而觉得不是。服务区的监控拍到我翻墙了，但拍到的是一个人翻进来，不是从正门走进来的。但我身上的衣服都是从工地里捡来的。警察调监控，会以为是个流浪汉。到了县城不能留，警察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必须继续往南。前面就是县城，我要往东拐了，你自己走吧。谢谢。刚才在车上趁大叔不注意，从座位缝隙里顺的。大叔迟早会想起来，等他跟别人喝酒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拉过一个长得像通缉犯的人。这话要是传到警察耳朵里，他们一定会查，绝对不能让他们查到正确的方向。没有镜子，只能靠自己找，找到颧骨。还不够。军球，小时候被这玩意儿蛰过，整条手臂肿了半个月。这个人不像。这件在服务区顺来的清洁服，就是我的新身份了。搭了2号，肩膀耷拉着，刚好。太大不显身材，没人会注意一个穿大号工作服的清洁工。大叔往南走了，警察会沿着南边的路查。我不往南，进城是为了让县城有人看见我。大叔的线索往南，我实际往北，两边对不上，警察追到南边也找不到人。一个证人放出的烟雾弹比什么证据都没有更管用，因为警察会花时间去排查大叔的线索，等他们查不到再回头。我的时间足够了。全市的监控都掉了，没有任何发现。汽车站、火车站、高速路口，所有能设卡的地方全设了，根本没人见过他。医院呢？所有公立医院、私人诊所，甚至连街角的药店都排查过了，没有任何符合描述的人去处理伤口，连消炎药的购买记录都毫无异常。他受伤了，左手大面积烫伤加皮肉撕裂，跳楼的时候也一定有严重的刷伤。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很快就会化脓感染。万一他自己私下处理，他确实自己处理过，在监狱里把手烫成那样，硬是咬着牙没去过一次医务室。但外面的环境不一样，外面的细菌比监狱里多得多，环境更复杂，伤口恶化的速度会呈数倍增长。那他总得找地方弄药吧？不吃消炎药，他撑不过3天。
药店有监控，他比谁都清楚，他绝对不会主动去送死，他会去翻垃圾桶，专门找别人扔掉的过期药或者废弃医疗垃圾。翻垃圾桶？那我们怎么查？全市有成上万个垃圾桶，根本无从下手。查不了，我们确实无从查起。该死！难道就这么看着他溜走？他不是普通的逃犯，他从第一天进监狱开始，每一步都在算计。在外面，他没有了高墙的束缚，只会算计得更细、更致命。这家伙简直是个算无一策的魔鬼。盯着那些废弃的旧居民区，他撑不了多久。看了全程直播，我现在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他跳楼那段如果是演的，他应该拿奥斯卡；如果不是演的，那节目组就是谋杀。节目组有没有告诉他是演戏？如果没有，他现在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是个逃犯？一个以为自己要死的人，用尽一切都是假的。你们想过他的感受吗？楚警官不是知道他身份吗？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楚警官说了，在演播室说的，但是苏木看不到啊，他又没有手机，这节目都保证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呢。不过这苏木也是真厉害，为了越狱还真是不择手段。你们有没有想过，苏木越狱的时候不知道是演戏，他现在逃出去还是不知道，他会一直逃下去。对，服务区那边传回来一段监控。哪个服务区？南边高速服务区，有人翻墙进去，后来坐一辆货车走了。什么时候？昨天下午。看清脸了吗？没有。翻墙的时候背对镜头，上车的时候低着头。但是司机后来打电话到110，说他拉了一个人，长得像苏木。是他。楚队，确定吗？他手上有伤，落地的时候使不上劲儿。司机怎么说？司机说那个人自称是甘肃来的打工仔，手是在工厂被机器压伤的。司机还说，那人一路上自己开玩笑说，好多人都觉得他长得像通缉犯，他自己都想去自首领奖金了。主动说，因为只有这样，司机反而更能相信他。毕竟在普通人的思维里，通缉犯都应该东躲潜藏，绝不可能这么大大方方。那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司机说，到了南边一个县城，那个人就下车了。调那个县城所有的监控，车站、路口、医院、药店，一个都不要漏。是，已经在调了。不对。怎么不对？他太聪明了，他知道司机迟早会暴露他，故意往南走，就是为了让司机以为他去了南边。等下了车，他一定会立刻调换方向。你是说他往北走了？不一定，但他一定知道我们拿到司机的线索后会全力往南追。他需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他最大的优势不是跑得快，而是现在我们只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他摸透了我们会怎么追，他每一步都在算计我们的反应。他最大的优势不是跑得快，而是现在我们只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他摸透了我们会怎么追，他每一步都在算计我们的反应。要走，不能停。好累啊！就眯一下。我睡了多久？天都黑了。糟了，睡了好几个小时，必须走了。等等，那些东西是什么？每条路都有人，他们在等天亮，天亮之后会有更多人。一个人够了。干什么的？别动，别叫，你别说话。你过来，你过来，我就捅他。过来。把对讲机扔地上。退后10步。我操！人质！他疯了！他真的疯了！他手上有碎玻璃，那是真的碎玻璃。他不是演员吗？他怎么敢？楚警官呢？
快告诉他真相啊！他要开车跑了。你要带我去哪儿？闭嘴！不能停，再开一段。你流血了。我说了，闭嘴！你没事吧？停车！你让我下车！再开车。你没事吧？你不会死了吧？你没事吧？你不会死了吧？他撞车了，他昏过去了，快救人啊！那个路人跑了，苏沫还在车里，他发烧了。你们没听他说胡话吗？快叫救护车！他不是在演戏，他是真的快死了。苏沫，我知道你能听到，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告诉你，你不是逃犯，你其实是我们节目的演员。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失忆了，你不记得自己签过合同，你不记得自己在录节目，但这是真的，请你要相信我。你如果还在听，就回答我。你现在的伤势如何？千万不要睡过去，听到没有？苏沫，苏沫，苏沫，你听到没有？被固定住了。我这是在哪儿？头好疼。糟了，我肯定是被抓住了。苏沫，醒了就别睡了，我们好好谈谈。这是在等我先开口，不能上当，必须忍住。你呼吸的节奏变了，我刚进门的时候慢，现在快了。你醒了？我不是来抓你的，你已经昏迷2天了，伤口严重感染，高烧40度，医生说再晚送来几个小时，你这只左手就保不住了。这是你签的节目合同，你自己看看，签名是不是你的？有印象吗？签名可以模仿，他单独进来，把手机给我看，没有手铐，门外也没有狱警，这些看起来都像真的，但万一是更高明的套路呢？字可以模仿，你自己写的，你比我清楚。医生，帮他检查一下，重点查脑部，看是不是受了冲击导致失忆。头疼吗？头部有擦伤，属于是前几天车祸留下的。至于更早之前有没有造成记忆损伤的事情，要进一步做 CT。我说的都是真的，有节目合同，有直播记录，有你的签名。你之所以不信，是因为你真的不记得。我找医生来查你的脑子，就是想看看是不是受伤导致的。他安排 CT， 安排医生，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在给我布一个更大的局。我对外面状况知道的还是太少了，无法确定他口中的真实有多少。算了，你先看一下电视吧。这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回放，你自己看，从头到尾每一秒都在直播。你从进监狱第一天开始，观众就在看着你。你跳楼的时候，网上的舆论都炸了。
这里还有手机，你可以上网刷一下，热搜第一就是你的名字，你自己看。以你的聪明才智，分辨真假不难。电视和手机都可以动手脚，给我看什么内容完全由他们控制。如果这是安排好，那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怎么知道这手机和电视是不是你们动过手脚专门给我看？我个死刑犯对你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你这小子是真聪明，但也真倔，不会轻易相信别人。行，有什么事情跟护士说，我先走了。苏木，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是在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没有通过别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过也无所谓，好累啊！要真的是演节目，那我可赔大了，费尽心思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的保命，结果给我上演处分的事情。苏木，如果你在看，我是王警官，你不是死刑犯，你是我们节目的演员。这些天，病房里来了很多人，自称节目组的王警官，还有几个我在监狱里有印象的警官，每个人都跟我说同样的话：你是演员，你不是逃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可能是骗局；如果所有人都这么说，那只有一个可能，我真的是演员。可这个原身是怎么回事？这么重要的记忆竟然没有留给我。以前看小说，别人穿越都有原主的记忆，轮到我，脑子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以至于我要费这么大的劲才能整理出前因后果。但凡穿越的时间早一点，只要让我提前知道合同，我也不用这么拼命，至于吃这么多的苦头吗？苏沫，你身体最近好些了吗？楚警官，我感觉挺不错的。最近我有点想起来发生的事情了，但还是很模糊。我确实是参加节目的演员啊。你想起来就好，不要太过担心了。记忆这种东西慢慢恢复就行，急不来的。但有一点，我始终想不通。什么？节目组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一个人失忆了，分不清现实和节目，他们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我都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了，他们竟然都没有鉴定。作为一个节目，连参与者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这算不算重大失误？这些都是事实。我的合同里应该有一条吧？节目组有义务保障演员的人身安全，他们明显没有做到。这小子是想把节目组架在火上烤呀！他恢复记忆之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追责。你说的对，节目组确实有责任。那就好，我只是确认一下。他的大脑清楚得很，除了失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把你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节目组。苏沫，请问你真的失忆了吗？还是节目组安排好的剧情？你现在想起来没有？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在演戏的？网上说你劫持人质的时候是真情流露，你对此有什么回应？你会起诉节目组吗？赔偿金额有在谈吗？你现在的身份到底是罪犯还是演员？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违法？让一让，别堵着医院大门。楚警官，你是在包庇苏木吗？他劫持人质的事情，你们警方不追究吗？追究不追究，我们内部会处理。麻烦配合一下工作，让病人先离开。他算什么病人？他住了快1个月的院，你说他是什么病人？他们都快扯来这儿，拍就拍吧。你今天出院的消息是瞒不住的。谁放出去的？不用放，门口那几个记者从你住院第3天开始就轮班蹲守了。你昏迷的那几天他们也拍了，只是当时没有采访对象。热度降下去又升起来了。我昏迷的这段时间，网上的讨论应该慢慢冷了。
现在我一出院，他们又有了新素材。你回去之后不要刷手机，至少这2天不要。你看了只会烦。我已经看过了，昨天晚上。护士的手机借我用了一下，网上说什么都可以，不过对我来说，沉默现在是我最好的保护伞。之前的都是节目效果了，没想到造成了安全的意外受伤，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本来是给大家一点惊险刺激的体验，之后我们也会保证给大家带来更沉浸式体验的同时，确保演员的安全。这些天也是吓到大家了。之后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依旧会邀请苏沫来参加，希望大家敬请期待。被我绑的那个社畜，节目组用钱让他闭嘴澄清，只能说这些天的收视率让他们真是大赚特赚，吃了这么大亏，我可不能那么容易咽下去。苏沫，外面舆论太大了，网上现在分成2派，一派说你真越狱了，一派说你在演戏，我们需要你出面澄清一下。澄清什么？澄清这些都是节目效果。劫持人质那段不是设计好的，我们对外说是设计好的就行。主要责任在你们，想让我澄清，那至少得给我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给您补偿，希望您能出面解释那些都是节目效果。您的技术真的非常好，我们节目如果有下一期，还是希望邀请您来参加。但放心，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并且一定会让工作人员与您交流，提醒您这只是节目，防止再出问题。下一期他们都敢让我上下一期，胆子确实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就说是假的吧，哪有真越狱还能上节目澄清的？你们之前骂节目组骂的那么欢，现在打脸不？不对吧？他说的太顺了，像背稿子。如果是真失忆，怎么可能恢复这么快？管他真的假的，反正我看爽了。苏沫那波越狱操作是真的厉害，下一期我必追。节目组漏洞百出，之前说苏沫不知道自己是演员，现在又说都是设计好的，前后矛盾，有人信才怪。我觉得苏沫是真的失忆过，他住院住了那么久，如果是假的，没必要折腾这么久。这不就是剧本吗？从头到尾都是剧本，我们全被耍了。不管是不是剧本，苏沫能想出那些越狱方案，说明他脑子是真的好。这人演悍匪太匪。